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. Hello， 各位，好久不见。这是一台刚发布不久的3色激光光学变焦投影坚果 N3 Ultra Max。坚果是国内最早使用3色激光的品牌之一。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实机画面和一些实测数据，了解一下这台坚果新旗舰投影的表现。这个 EPP 环保包装箱是坚果投影的标志设计，泡沫材质的密封很好，打开卡扣掀开它的时候能感受到内外气压的变化。投影被镶嵌在质地轻盈的盒子里，泡沫的颗粒感和抛光镜面的前脸设计视觉反差强烈。插线端口的设计都放在了云台的底部，这样有个好处，在上下旋转的时候不会受到 HDMI 线的束缚，让仰视角度很大。机身和配件的做工看起来比较精细。大大的圆角，光滑如镜的面板，背后一整面的透气栅格，从硬朗到圆润的线条过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概括这个设计，直到我在维基百科上看到这个词：复古未来主义。将复古风格和具有科技色彩的未来主义风格相结合，通常反映了早期艺术家对于未来的构想，如同现实的平行时空一般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于投影来说，亮度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看上去的画面亮度会随着投射尺寸的增加而降低。我们希望自己买的投影亮度够高，就是为了投射大画面的时候游刃有余。所以各品牌的旗舰投影一般都是同系列中亮度最高的那台。和以前一样，我在全黑环境的130寸投影墙上测试了坚果 N3U Max 不同图像模式的最高亮度。当投影的亮度设置到10的时候，这5个常用模式的峰值亮度能达到170尼特左右。但这台投影在亮度10之上还有一个超级亮度，开启之后这几个模式的亮度能达到将近200尼特。性能模式比较特殊，开启之后亮度能高达250尼特左右，但随之而来的是风扇转速全开，噪音比较大。我认为这个模式不适合在安静的室内使用，比较适合对于噪音不敏感，但是对于亮度很高的使用场景，比如户外露营，可以用来投射巨大的画面。而其他模式无论是亮度10还是超级亮度，噪音都很小。我的环境噪音30多分贝，1米处测得投影的风噪也只有30多分贝，只要不是耳朵贴着投影听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你投射的面积小于130寸，面积越小，亮度提升越大。投60寸有900多尼特，100寸有300多尼特，150寸也有150尼特左右。我们把这4个尺寸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亮度和投射的面积成反比。再看一下各尺寸屏幕的长和宽，你就可以知道这台投影在你房间投射多大比较合适，亮度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。以一个比较高的要求，对于一台投影来说，画面能有100尼特以上，观感上亮度就很充沛了。所以这台投影在投射150寸以内都是比较游刃有余。如果把它和之前我用过投影相比较的话，那它的亮度绝对属于第一梯队。N3U Max 的 HDR 标准是国内常见的 HDR Vivid， 也就是精彩 HDR， 它也可以播放 HDR10的影片，前提是要保证菜单中的 HDR 选项开启。和1年前的情况不同，现在智能投影的厂商都在尽力的把 HDR 调教到一个亮度可看的水平。我们看一组实拍画面对比，以前的投影一旦播放 HDR 偏远，整体亮度会下降得很厉害。现在的3色激光旗舰投影在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在看实际画面的时候，感觉 N3U Max 的黑位也很好，测试结果显示也确实如此。在亮度10之下，常用模式的黑色亮度仅有0.085尼特，就算是开启超级亮度之后，也不到0.1尼特。在最高亮度下的对比度能达到2000左右。可能你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，我把之前测过其他投影的参数放在一起看一下。测试数据虽然不能完全代表画面观感，但至少说明 N3U Max 在显示全黑画面时候的控光能力在 DLP 投影里面确实比较强。老观众都知道，3色激光是目前家用投影色彩最鲜艳的光源，它对于 BT2020 色域的覆盖能力在90%以上，但投影的不同图像模式的色温和色域覆盖是不同的，也就是说不同模式的画面偏暖偏冷，色彩鲜艳程度是不同的。以下数据不是实验室测试环境，并不权威，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图像模式。色彩最鲜艳的是炫彩模式，它能基本覆盖 BT2020 色域，也就是极广色域，但它的色温会比较冷，色温最接近 D65 的是办公模式，它的色域是 REC 709色域，也就是标准色域。如果你喜欢平淡自然的颜色，那这个模式最适合。
在电影的后期制作调色时，通常以 D65， 也就是 6500K 作为标准参考色温，所以这个模式也相当于电影模式。但是如果我想要标准的 D65 色温，同时也要广色域，该怎么办？那就要用自定义模式。自定义模式下，色温可以调节冷、标准、暖3种，色域可以调节低、标准、高，全范围4种。不同色温、色域、亮度选项搭配的结果，你在这张表中可以看到，给大家一个选项调节的参考。比如我常把色域选择高，色温选择暖，亮度选择10，这样我就可以在一个标准 D65 色温下，以一个很明快的色彩观影。你也可以根据喜好调节自己的色温或色域。三色激光的3原色纯度非常的高，它能显示的色彩范围比大部分电视都要高。为了兼容大多数显示设备，这个视频只是标准色域，理论上只能展示它极广色域的36%，所以现场看到的会比这段实拍的色彩纯度更高。N3U Max 的系统设计和外形设计一脉相承，圆圆的没有棱角，遥控器也是一样的感觉。前面板是冰凉丝滑的哑光金属材质，后面是细磨砂的塑料材质。主要几个按键有背光，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功能，空间随动定位。按住遥控器上这个键，就能像一个魔术棒一样指挥投影的左右旋转和上下投射角度，随时在不同的墙面切换。双击可以手动细微调节大小和梯形校正。调好之后呢，不同画面的位置可以储存到常用画面位置记忆里，下次可以一键还原。坚果投影系统的操作很流畅，设置菜单的逻辑比较清楚。在图像设置里有一个低延迟的模式，在任何图像模式下都可以把它打开。在我们连接电脑或者玩游戏的时候，打开低延迟模式能够获得非常跟手的游戏体验。开启普通模式之后会自动关闭动态补偿选项，而开启极速模式会同时关闭梯形校正。所以如果你对游戏响应速度要求很高，就尽量把投影放在不需要梯形校正的位置，那这样随时开启极速模式对画面也没有影响。这里有个刷新率自适应的选项，默认是开启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台投影最高支持 4K 60Hz 或者是 1080p 120Hz 或 240Hz 的画面输出。当我们用这台投影连接电脑，你给它一个 4K 120Hz 的视频信号，投影的刷新率就会自动切换到 120Hz 来显示，但是分辨率就会降到 1080p。 当刷新率自适应选项开启时候，它会优先保证高刷新率。如果你把这个选项关闭呢，投影则会优先保证分辨率是 4K， 但以60Hz 刷新率来显示画面。目前 DLP 投影的显示芯片决定它并不能以 4K 120Hz 来显示，没办法，大家都是这样。以前我一直觉得高刷新率只能 1080p 是一个遗憾，但深度使用过之后让我有了不同的看法。4K DLP 投影它和 4K 电视不同，它的原生分辨率就是 1080p， 所以在 1080p 分辨率下也并不会让画面模糊，而是像素格会变大，但是以点对点的方式很清晰地显示出来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用个移像素的点画了一个笑脸，用这台投影以 1080p 分辨率显示出来。我把镜头怼在屏幕上，你可以看到它正以点对点的方式清晰地显示出来，甚至画面角落上的笑脸几乎和中间一样清晰，这说明这台投影的镜头素质也不错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我不需要4090，用一块中低端显卡，也可以在大屏幕上以120Hz 甚至是240Hz 的高刷玩游戏。因为在游戏里设置 1080p 分辨率，对这台投影来说，从画面上看只是没有 4K 那么精细，但并不会让画面模糊。而从显卡有限的算力上来看，同样画质下 1080p 显然会比 4K 能有更高的帧数，足够的帧数匹配高刷新率，才会让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大幅增加，还有明显更低的延迟。这两点对我们在大屏幕上玩游戏的体验提升很大，甚至对缓解晕动症非常有帮助。这个视频只有30帧，实际的现场体验流畅度是这个视频的4倍。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以点对点清晰显示的 1080p 加高刷，游戏体验也非常好。关键是不挑显卡。N3U Max 的镜头是光学变焦，投射比是 0.88 到 1.2:1，
推荐的安装位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房间参考下面的表格，让投影位于光学变焦范围内缩放，并不会影响画质。另外，这台投影是支持吊装的，官方有配套的吊装支架。和其他智能投影一样，为了尽可能小的梯形校正，最好让镜头中心高度对准屏幕的下边缘。如果吊装的话，那就对准上边缘。不梯形校正的好处，一是最大限度的维持清晰度，二是随意开关极速低延迟的模式，也不会让画面位置发生变化。以上就是我对坚果 N3U Max 的全部感受。从外形、系统的设计和响应快速的电动云台来看，它的设计初衷显然更偏向于家庭用户，而非偏专业的家庭影院用户。它注重玩法和操作体验，但色彩的调教选项只有色温的自定义，并没有3原色的增益和偏移。然而，它的亮度和对比度和同价位甚至更高价位的家庭影院 DRP 投影相比，也是绝对的第一梯队。另外，用它外接功放或者是回音壁也可以。它的 HDMI 接口有 eARC， 支持无损的多声道音频回传，这是目前这个 HDMI 2.1 接口的最大意义。如果你想投一个150寸左右的大画面，同价位能和它的亮度对比度不相上下的，并没有太多选择。我是考拉上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